你觉得 AI 半导体最丰厚的那块肉已被英伟达全吃下了。实际上，真正让人难以安稳入睡的事情才刚刚开始。当所有人还盯着 GPU 叫嚷着冲的时候，市场或许已经偷偷把第二张底牌翻出来。这张牌不一定是 GPU， 它或许是 CPU， 也或许是 ARM 架构。你好好想想，一场球赛大家都盯着那个疯狂得分的巨星看，可真到打体系的时候，决定球队能不能跑起来的，反而是那个一直在传球、掌控节奏的人。这事是不是有点反常理？这期你一定得听完。因为不只是说 Intel 涨了多少，也不是今天追个热点，明天换个别的话题，要说 AI 投资逻辑正在换速度。过去市场问的是谁的 GPU 最强，谁能把模型训练得更大。现在问题变了，谁能让 AI 真进到公司、电脑、手机和数据中心，而且还得能运行起来，用得长久，不要把电费烧得跟连续剧似的。你听着是不是一下就不只是芯片那点事情了？要是你平常也留意 AI 半导体美股科技股，先点个赞，并且把它收藏起来，因为这类框架不是看过就当热闹一场罢了，它更像是一副眼镜。当市场下次又因为某家公司财报而兴奋得满屏都是烟花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对照一番，它到底是在兑现逻辑，还是仅仅在讲一个很会包装的故事？不要忘记订阅频道，之后我们会接着把那些复杂的科技线拆解成你我都能听得懂的大白话。最近 Intel 忽然又被市场重新关注，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老牌巨头是不是要王者归来，是不是要复制英伟达过去几年的传奇？你不要着急拍桌子，也不要着急冲进去当凑数的。Intel 的上涨表面上看是个股行情，往深了想，其实就好像是市场在敲桌子跟大伙说，哥们儿 ，AI 半导体并不只是 GPU 这一个方面，更关键的是 Intel 涨了，不一定就意味着 Intel 已经赢了，但它意味着 CPU 这件事儿又被搬回到牌桌上。以前2年里 AI 第一阶段的主线特别清楚，就是训练。训练大模型就好像在健身房使劲增加重量，今天100公斤，明天200公斤，好像后天要把整栋楼举起来似的。在这个阶段最需要什么？那肯定是 GPU。GPU 特别擅长并行计算，尤其是矩阵运算。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排超级熟练的工人，动作整齐，速度还特别快。老板一觉开工，刷刷刷，一大片任务就完成了。谁会不喜欢这样的 GPU？ 那会差不多市场的目光都聚焦在英伟达身上。GPU、HBM、先进封装、光模块、液冷，整个产业链就好像开派对那样热闹得很。你打开行情软件，感觉不是在看股票，反倒像是瞅着一群人排队做火箭似的说。可问题来了 ，AI 能老停在训练阶段吗？那肯定是不行的。模型训练完以后，总不能就搁在数据中心当镇店的宝贝吧？这就好比买了台顶配电脑，却只用来当台灯使，太浪费。AI 要是真的想要实现盈利，那就得进入第2个阶段，也就是推理和落地。那什么叫做推理？每天你向 AI 提出问题，它会给你回应。公司把 AI 接入客服、办公、财务、研发系统里面，手机里面有 AI 助手，电脑里面有本地模型，云服务一直给用户处理请求。这时候 AI 就不再是只训练一次的大型项目，而是变成每天、每小时、每分钟都在运行的服务。你有没有发现到这里故事的味道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训练阶段好像盖一座超级大楼，虽说成本高一些，但它是集中投入。推理阶段就像这栋大楼正式开张，每天要让电梯运行，空调要打开，前台要接待人，系统要维护。训练关注的是峰值算力，推理关注的是长时间运营效率。你可别小看这个变化，它会直接影响半导体投资的主线。以前是单点崇拜 GPU， 现在会慢慢变成系统效率大较量。这难道不有点像从选秀节目突然变成真正打联赛了？这时候 CPU 为什么突然重要？因为 GPU 虽然厉害，但它不是只靠一个就能把整套系统全管理起来。GPU 就像篮球队里场均能得50分的超级得分手，单挑可厉害，3分线外随便投篮，观众看得直叫。可一支球队光靠这一个得分手就能一直赢吗？谁来组织进攻？谁来掌握节奏？谁来决定什么时候传球，什么时候暂停？这个角色就是 CPU。CPU 得负责系统调度、任务分配、数据处理、运行操作系统、协调网络和存储，还得管理各种应用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说 ，GPU 负责使劲去做 ，CPU 负责不让系统出问题。你可以把 GPU 想象成厨房里的大厨，炒菜速度快得跟冒烟似的。CPU 就好像餐厅经理，谁点了什么，哪一桌先上菜，后厨怎么安排，全都得由他来协调。要是没有经理，大厨就算再厉害，最后也有可能把红烧豆腐端给点咖啡的人。你说难不难受 ？AI 进入推理阶段之后，请求会变得特别细碎、繁多，而且很日常。有人询问财报，有人撰写邮件，
有人生成图片，有人让 AI 修改代码，有人让 AI 总结会议。每一个请求并不只是纯计算，还涉及数据读取、权限检查、网络传输、缓存管理、任务编排。这时 CPU 就不再是背景板了，而是整套系统的总调度台。后面这句你记好， AI 越落地，系统越复杂， CPU 越没法被忽略。所以 Intel 又再次被大家重新关注起来。实际上本质并不是大家忽然就怀旧，想着给老牌大公司颁发个安慰奖之类的。市场所看到的是 AI 第二阶段说不定会让 CPU 又回到聚光灯的附近。请注意，我所说的是聚光灯附近，并不是直接就登上王座。在这里可得冷静些， Intel 肯定是有着故事的，但这个故事并不像是童话那样，它更像是一部中年转型的纪录片。标题或许是我有技术，我有历史，可我也有包袱。这么说是不是一下子就感觉真实多了？ Intel 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它的负担相当重，制造工艺得去追赶，成本压力要去承受，代工业务得去证明自己，和竞争对手的差距不是靠一份财报就能马上弥补的。你可别就因为一根大阳线就把多年积累的问题不当回事儿。这就好像一个人今天跑了5公里，你马上就说他下个月参加奥运会，有点太激动了。所以 Intel 更像是处在困境转变的状态，不是已经肯定能称王了。这个区别很关键。尴尬境地反转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预期差别比较大，之前大家都不看好，一旦有改善，市场情绪就会被放大。可是它最危险的地方也在这里，因为情绪来得比较快，分歧也来得比较快。短线资金喜欢这类故事，涨起来挺热闹的，但要是后续订单、毛利率、制造进展不能跟上，市场翻脸也不会提前打招呼。资本市场有时候就好像群聊一样，上一秒所有人都鼓掌喝彩，下一秒就有人打出问号。说完 Intel 之后，来看看 AMD。AMD 的故事和 Intel 不一样，它不是背着一堆旧包袱重新证明自己， AMD 更像是已经在赛道上跑了一段时间，而且状态还很不错。特别是在服务器 CPU 领域， EPC 本来就在抢占份额，它核心优势在于性能、能效、成本之间的平衡比较突出。AI 基础设施越扩展的时候，数据中心越需要高效 CPU， 那么 AMD 就更容易被放进受益名单里。这是不是比 Intel 的故事更顺畅一点？AMD 并不是仅仅是英伟达的替代品，这一点得明确说清楚。很多人一提到 AI 芯片，就爱问谁能挑战英伟达，好像科技行业天天都在搞擂台赛似的。可是真实世界不是这样的。AI 基础设施是一项系统工程，这里面包含 GPU、CPU、网络、内存、存储、电力、散热，还有软件生态。AMD 的机会不一定是把英伟达拉下马，而是在 AI 基础设施扩大容量的时候，分到自己比较稳妥的一块蛋糕。这样的思路难道不算是更靠谱吗？ AMD 的逻辑为什么更清爽？是因为它不用同时讲很多故事，它不用去证明自己能不能重新打造制造帝国，也不用费劲把市场从怀疑拉回到信任。它要证明的是服务器 CPU 的份额能不能一直往上升， AI 服务器和传统服务器的需求能不能带动收入， GPU 和 CPU 的组合能不能在客户那里有吸引力。这个故事挺直接的，不绕圈子。资本市场有时候就喜欢这种不用太多解释的逻辑。但 AMD 并非一点风险都没有，它面临着英伟达强大生态带来的压力，同时还要应对 Intel 的反击，而且要应对云厂商自己研发芯片带来的长期变化。更关键的是，市场已经知道 AMD 表现不错，所以估值里会提前放进不少期望。买一个没人发现的机会和买一个大家都知道它不错的公司，难度完全不一样。就好像去热门餐厅吃饭，菜品可能确实好吃，可是要排2小时队，价格还不低。这时候你就要问问自己，这顿饭到底值不值？接着来聊聊 ARM。ARM 这个名称，很多人第一时间联想到的是手机芯片、移动设备、低功耗。以往提及数据中心时，大家都认为 X86 是主角。然而到了 AI 推理阶段一出现，情况就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因为当推理请求大量爆发的时候，云厂商所发愁的并不单单是性能，还有能耗和成本。简单来说吧， AI 回答每一个问题都要花钱，用户问的越多，账单就好像开了倍速一样快速上涨。谁不想找到更省电、更便宜、更高效的方案？ ARM 的优点在于低功耗和高并发，它不像传统的 X86 那样在数据中心长时间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它在移动端经过多年打磨形成的能效优点，到了 AI 推理时代突然有了新的用处。你可以把 X86 想象成传统的大货车，它力气大，生态成熟，而且路上到处都有维修站。 ARM 就好像更省油的送货车，如果你每天要送几千万单，那省下来的油钱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了。这个比喻挺接近生活的，不过意思特别准确。为什么说 ARM 是架构想象力？是因为它所代表的并非某一个季度的业绩惊喜，
而是数据中心未来有可能从单一架构迈向多架构共存。以往大家习惯用一套体系打天下，之后发现不同任务适配不同芯片，训练大模型不要用一种组合，推理服务不要用一种组合，边缘设备不要用一种组合， AI PC 又不要用另一种组合，这难道不像是吃自助餐吗？以往只拿牛排，现在发现海鲜、甜品、沙拉也各有其用途。关键是别把冰淇淋倒进火锅里，多架构一起存在，听起来有点技术那感觉，但背后其实就是商业方面的逻辑。云厂商天天都在计算性能够不够，功耗高不高，机房能不能放得下，散热能不能撑得住，软件迁移麻不麻烦，客户愿不愿意付钱买。要是 ARM 能在某些推理场景里做到更低成本更高能效，那它没必要一下子就把 X86 全吃掉，它只要在足够大的数据细分场景里占个位置，长期的数据空间就挺可观的。架构变化不是科幻就是账本那回事情。听到这里，要是你已经觉得 AI 半导体不只是有一个主角了，记得点个赞。点赞不是为让我得意，虽然我也会小小高兴一下，主要是让算法知道你喜欢这种不只是看个热闹还分析逻辑的内容，也可以收藏起来。等下次市场又因为某家公司财报而激动的时候，你就可以拿出来对比一下，看看它到底是在讲故事还是在实现故事。订阅频道，然后把复杂的科技股讲成大家能听得明白的话哈。当下将3家公司放到一块看看。Intel 代表 CPU 重估的第一声提醒，它向市场表明，别觉着 AI 世界就只有 GPU、CPU 还在，而且或许比你觉得的更要紧。AMD 代表更顺畅的成长承接，它只要接着在服务器 CPU 和 AI 基础设施里拓展自身的存在感就行。ARM 代表更长久的结构变化，它讲的不是当下谁涨几个点，而是未来数据中心底层架构会不会变得更开放、更分层、更讲效率。你说这3种故事能是相同的吗？短线该怎么看待 Intel？ 我觉得在情绪特别热烈的时候，不要让自己变成那种追高的人。Intel 的上涨能说明市场开始重新审视 CPU， 但这不代表所有问题都已经解决。短线要是涨得太快，出现震荡、回调，还有分歧之类的情况，都是很正常的。你得紧紧盯着后面有没有更实在的证据，比如说产品竞争力、客户订单、毛利率改善、制造进展、代工业务可信度这类方面。要是没有这些东西，光靠情绪，热度就会像奶茶里的冰一样，刚拿到的时候觉得挺爽，但放一会儿就没味儿了。为什么？更要留意 AMD 在中线上的表现，因为它的逻辑和业绩连接起来更容易。AI 基础设施在扩大，服务器 CPU 的需求在增加，数据中心的客户都追求性能和能效。AMD 本来在这个方向上就有产品，并且有份额，这件事可以说道。它不像 Intel 得先完成一连串自我修复，也不像 ARM 更多得依靠长期架构变化。AMD 关键在于能不能一直拿到服务器市场的份额，能不能把 AI 需求转化成真金白银的收入，并不能只停留在 PPT 上。长线为什么要把 ARM 放进观察名单？是因为当 AI 推理越来越普及的时候，能耗就会从技术问题变成生意问题。云厂商不是慈善家，不能一直用高成本来保持低利润的服务。谁能让 AI 推理更便宜、更省电，而且还更容易扩展，谁就有在未来几年占据更高战略位置的机会。ARM 的机会不一定明天就会爆发，而是当数据中心开始认真把不同任务分给不同架构的时候，它的价值也许会被重新认识。真正的大变化往往不是那种大张旗鼓就来的。这回或许你会询问，那是不是之后 GPU 就不再重要？肯定不是的，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GPU 依旧是 AI 训练以及很多高强度计算的核心，英伟达的生态优势也不是容易就能被消除。我们当下讲解 CPU 和 ARM， 不是要否定 GPU， 而是提醒你 AI 投资正从单点崇拜变成系统工程。以前只看谁的发动机最厉害，现在还要看变速箱、底盘、油耗、维修成本，还有司机水平。只看发动机，或许就会把整辆车给漏掉。真正成熟的 AI 基础设施会越发像是工业体系，而不是炫技的舞台。第一阶段，大家比拼谁能把模型训练得更大，就好像一群人较量谁举铁更重一样。第二阶段，大家比拼谁能让 AI 服务运行得稳定，跑得快，跑得便宜，跑得长久。你听听这几个词：稳、快、便宜、久。哪一个只靠 GPU 就能全部解决？不是这样的，它需要 CPU 调度，需要内存带宽，需要网络传输，需要存储效率，需要散热和电力，还需要软件把这些东西连接起来。为什么我们不能只盯着善家公司的新闻？就是这么个道理。某家公司财报超预期，那肯定得关注；某个客户订单曝光了，也有价值；某个新芯片发布了，也会刺激市场。但你得去好好想想的是，它在 AI 第二阶段处于什么位置？它解决的是训练方面的问题，还是推理方面的问题？它提升的是峰值性能，
还是系统效率？它的优势能不能变成客户愿意长期付费的成本节省？要是这些问题没搞清楚，再火的新闻或许就好像烟花一样，看着挺好看，但不一定能照亮前行的路。说到这里，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大逻辑。I 的第一阶段，市场关注的是谁拥有最强的 GPU， 谁能够训练出最大的模型。I 的第二阶段，市场会越发在意谁能让 AI 实现低成本、高效率、大规模的运行。Intel 向市场释放了一个信号 ，CPU 不能被忽视。AMD 为市场指明了一个更清晰的业绩承接方向，服务器 CPU 很有增长的可能性。ARM 给市场留下了一个更长期的期望，未来的数据中心或许不只是单一架构，而是多种架构分工协作。就这3句话便重新排了一回牌桌。但我也不要泼一点冷水，不要一听到第2座金矿，脑子里就立刻想起发财背景音乐。投资里最危险的并非是没有机会，而是把机会想得太直线条。Intel 的反转需要时间来验证， AMD 的增长需要业绩去实现， ARM 的架构变化需要生态迁移以及客户采用。每一个故事都存在门槛，并不是说逻辑对，股价就必须立刻配合你表演。市场有时候特别调皮，你刚写好剧本，他就给你临时改台词。要是你搞短线，关注的是情绪、资金还有预期差，那么 Intel 这种反转的事情确实挺能勾人眼球的，但得留意节奏，别在大伙都特别兴奋的时候，让自己处在很拥挤的位置。拥挤交易最主要的问题是，一旦有人先回头，后面的人就容易互相踩着节奏。这里不是说不能看，而是得明白自己赚的是什么钱，是情绪带来的钱，还是基本面改善的钱。这2种钱获取的办法完全不一样。要是你按照中线思路来， AMD 或许更值得一直关注。你不该关注的是1-2天的涨跌，而是数据中心收入、服务器 CPU 份额、AI 相关客户的需求、产品路线图，还有它能不能在英伟达强生态之外打造自身的组合优势。 AMD 的故事没那么戏剧性，可有的时候投资不需要天天有热闹看，稳定的兑现反而更加难得。你想想看，天天喊口号的人不少，真正能每个季度交出成果的人才是老师喜欢的学生。要是你是长线思路，那观察 ARM 的时候就更得留意结构变化。你得去瞅瞅云厂商自己研发 ARM 芯片的进展怎么样，看看软件生态适配的情况，看看推理负载是不是真朝着低功耗架构转移，还有多架构部署是不是越来越常见。ARM 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它现在能不能马上抢走所有市场，而是它未来几年有没有可能成为数据中心成本优化的重要部分。部分这个词可关键，因为未来不是靠一个芯片就能把所有事情都涵盖了。别留意一个现实问题， AI 推理虽是大趋势，但商业模式还在被验证。AI 服务到底怎么收费？用户愿意为 AI 功能花多少钱？企业部署 AI 之后能省多少成本？能提高多少效率？要是推理需求挺大，但收费撑不起成本，产业链也得经历调整。你看，这就好像开餐厅，客人多肯定是好事儿，但要是每卖1碗面都赔钱，排队人越多，老板越睡不着觉。AI 商业化也是这么个理，热闹只是第一步，能赚钱才是真本事。为什么能耗和成本会越来越重要？就是这种情况。训练大模型就像进行一次大型项目一样，虽然花费很高，但是很多公司愿意为战略投入花钱。推理是长期运营，每一次调用都要计算成本，数亿次、数十亿次请求加起来，就算每次省那么一点点，最后也是个大数目。ARM 为什么有机会？ AMD 为什么受关注？ CPU 为什么被重新评估？背后都离不开这些一笔笔的账。科技听起来挺厉害的，最后还是得回到电费、机房、毛利率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上。难道宇宙的尽头真的是财务报表吗？再跟你说一次，要是你觉得这个框架对你有用，要记得去点赞、收藏、订阅，尤其是收藏，因为市场情绪一旦上来，人就很容易把自己原本的判断框架给忘掉。那时候你就能回来再听一次，问问自己，我现在是被逻辑说服了，还是让涨幅给弄迷糊了？这个问题虽说挺扎心的，但特别有用。订阅了频道之后，后面我们会接着分析 AI 产业链、半导体、云计算这些既贵又复杂，可确实影响未来的大主题。最后，我们用最容易懂的话，把当下这件事说清楚。在 AI 第一阶段里， GPU 是舞台中央的大明星，这没什么问题，因为训练大模型确实需要特别牛的算力，英伟达也确实处在关键位置。但 AI 不能一直光训练不做事，模型得进到企业里，进到应用里头，进到设备里面，进到天天都重复出现的真实场景里。这时候系统调度、能耗控制、成本优化、架构分工这类事情就会越来越重要。于是 CPU 回来了， AMD 也更顺利了，
ARM 也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Intel 的意义在于，它让市场重新认识到 CPU 在 AI 时代仍然有存在感。然而，它不是盲目复制英伟达的神话，因为制造转型、成本结构以及竞争压力等都得需要时间来验证。AMD 的意义表现在服务器 CPU 和数据中心扩张方面，它有着更直接、更清楚的承接逻辑。ARM 的意义是让我们看到，未来 AI 数据中心或许不会是单一架构垄断，而是多架构配合，以更低成本把 AI 服务切实推广开来。真正关键的地方不在于谁当下最受欢迎，而在于谁能在第二阶段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所以下次你要是看到某只 AI 芯片股涨得比较厉害，不要仅仅只问问它是不是 AI 概念，这个问题太宽泛的就像把整个冰箱都当成晚饭似的。你得这么问，它是服务于训练还是推理？它解决的是算力峰值还是系统效率？它的客户为什么一定要用它？它能不能帮客户省钱、提高效率、降低能耗？它的故事是属于短线情绪、中线业绩还是长线架构变化？把这几个问题问完，很多热闹就自己降温。真正有价值的线索就会留下来。当下这一期不是让你马上做什么动作，而是帮你更换看待问题的视角。以前看 AI 半导体时，很多人只把目光集中在 GPU 这颗最显眼的星上。现在你要开始去观察星座，看看 CPU、GPU、ARM、内存、网络、电力、软件这些是怎么组合起来的。因为 AI 的第二阶段不是一个英雄单打独斗，而是一整套系统一起去作战。谁能让 AI 更便宜、更稳定、更高效的运行，谁才有可能得到下一阶段的机会。这个变化可能就是接下来几年最值得关注的主线。如果你能听到这里，这就表示你不是光图个热闹，而是真的想要把这条线弄清楚。那最后再给频道点个赞，把这期存起来定一下，下次接着把那些看起来像天书一样的科技投资逻辑分解成我们都能听得懂的大实话。不要让市场的杂音带着你走，得先搞清楚游戏规则，再决定要不要参与。以上内容仅仅是用来做信息分享和个人研究交流的，不构成投资建议，也不代表对任何个股未来走势做保证。市场有起伏，个股有风险，所有判断都可能随着公司业绩、行业变化以及宏观环境而变化。你在做任何投资决定之前，都要结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自己研究，慎重判断。